Hello， 大家好，今日想好快同大家講下 Apple 最新嘅 update 推出嘅新功能，叫做 Apple Pro Roll。iOS 14.3推出嘅新功能，佢係可以俾你喺 iPhone 12 Pro 同 iPhone 12 Pro Max 上邊利用佢哋嘅相機影到 RAW format 嘅 photo。首先我哋就要去設定係 General 嘅位置。有個 software update， 先檢查你嘅 iOS 係咪 update 到14.3，之後可以喺 settings 裏邊嘅 camera 係最上邊嘅 format 嘅地方，可以見到 Apple Pro Roll 嘅功能係可以打開嘅。咁一般預設呢係去使用 High Efficiency 呢個 format 嘅。跟住要注意嘅係 RAW file 係只可以喺一般嘅影相嘅模式下邊使用，佢係冇辦法使用係 Live Photo 或者人像模式，或者拍 video 都係冇 RAW 呢個功能嘅。佢裏邊都有講 Smart HDR、Deep Fusion 或者 Night Mode 呢啲功能都係可以支援到 Pro Roll 呢個 format。跟住我哋可以打開嘅相機係右上角可以見到 RAW 呢個撳掣。依家就係未開啟嘅狀態，撳咗一下之後，佢就會變咗係 RAW format 嘅狀態。咁 RAW format 有咩好處呢？佢係比呢張相片有更加多嘅靈活度去調整個光暗細緻。相對於一般 High Efficiency 嘅 format， 佢係將幾個唔同程度嘅光暗嘅相合埋一齊，作為一張比較清晰嘅相片。但係佢本身都仍然係一個已經壓縮過嘅相片。我哋跟住去試超廣角、一般嘅鏡頭同埋 telephoto 三種唔同焦段嘅情況下影出嚟嘅 high efficiency photo 同 RAW photo， 同埋利用 Adobe Photoshop、Lightroom 同埋 Affinity Photo 呢三個 software 去試下調整個相片。我哋而家開啟 RAW format。影完呢幾張相啦，我哋即刻將呢6張相擺到電腦去執一執，試下個效果。我已經將6張相 AirDrop 到我嘅 MacBook 上邊，可以見到上邊 HEIC 就係 High Efficiency 嘅 photo， 平均每個檔案大概係1.幾 mega， 跟住 DNG 就係 RAW file 嘅檔案，每個檔案都10幾到20 mega 左右。咁我哋依家就好快嘅利用 Photoshop 嚟執一執呢幾張相。首先我哋放大嚟睇。可以見到背景上邊嘅黑白不均勻嘅地方，就係所謂嘅 noise 噪點。通常唯有呢啲 noise 嘅情況呢，就係比較暗嘅地方影相，先至導致會有 noise， 或者係有時一張相片經過壓縮之後，縮細個檔案，佢係有啲地方就係產生呢啲 noise 嘅。咁因為呢張相我本身用咗2個燈去曝光，所以佢喺畫面上邊佢嘅 noise 已經唔算好多，但係就可以見到係角色比較有陰影嘅地方，或者係佢嘅背後比較黑嘅地方嘅 noise 就比較嚴重少少。另外都睇下係背景嘅角色嘅情況，雖然係模糊嘅狀態，佢係側邊嘅 noise 都少少嚴重嘅。咁通常呢，我就係利用 filter 裏邊嘅 camera raw filter 呢個功能嚟執相嘅。我哋調高 exposure 去到 0.45， 利用背景做 auto white balance， 加強少少嘅 contrast 去到12，highlight 我哋做到90，black 我哋去到-50。我哋記住依家嘅數字，跟住我哋試下係 RAW file 嘅情況係點樣。係 Photoshop 一打開 RAW file， 佢就會自動進入 Camera Raw Editor。我哋跟翻啱啱嘅 setting， 自動做背景嘅 white balance、exposure 加到 0.45，contrast 加到12，highlight 加到90。咁佢本身預設咗 white 係15嘅，我哋調翻0，同埋 black 調翻-50。我哋開埋張相碟，比較下2張相嘅情況，好明顯呢係 High Efficiency Mode， 成個畫面係比較黑，係 RAW file 嘅情況下係比較光啲。我哋放大嚟睇係白色嘅背景嘅部分，
兩個相片嘅 noise 都唔算好嚴重嘅，因為經過啲修改之後都算好轉嘅。但係角色同背景分界嘅位置 ，raw file 嘅情況就相對好啲啲。High efficiency mode 係經過 edit 之後咧係有少少好轉嘅，但係陰影嘅部分都係有啲嚴重。同埋睇下手下邊嘅位置。相對嚟講 ，raw file 嘅顏色係比較溫和啲嘅。跟住我哋睇埋 telephoto 同超廣角兩張相。超廣角呢張咧，好明顯成個畫面都係相對比較黑嘅。跟住我哋放大到角色嘅身上，可以見得到佢本身上邊嘅槽點係相對普通焦段嘅狀況係嚴重咗嘅。highlight 同 shadow 之間就冇咁樣平順。跟住我哋睇下 telephoto 嘅狀況。我特登將 focus 擺喺後邊嘅角色，可以見到係前景嘅公仔。身上嘅 noise 就變到有啲嚴重，同埋 highlight 咗嘅呢個位置同後邊陰影之間就有好多 noise。但係 focus 嘅主角嘅部分都算 OK 嘅，冇話好嚴重。我哋一開 raw file， 我哋直接放大嚟睇，係主要 focus 嘅角色身上呢，佢嘅 noise 已經係少咗好多嘅。跟住前景 blur 咗嘅角色，好明顯可以見到 highlight 同後邊少少 shadow 嘅部分。顏色係柔和咗好多，就算我哋拉大個 contrast， 你都唔會見到會有一笪笪嘅問題。跟住呢張就係超廣角嗰張相，雖然係邊緣嘅地方都仲有少少嘅 noise， 但係主角嘅身上嘅位置都算好清嘅，陰影嘅部分就少少嚴重嘅。OK， 跟住我哋去試下使用 iPad 上邊嘅 Lightroom 同埋 Affinity Photo 嚟執呢幾張相。首先開翻個 Lightroom。跟住我哋 import 啱啱嗰兩張相，喺 Lightroom 都簡單做下調整，確定。跟住我哋就試下 raw file， 好明顯咧 raw file 喺 Lightroom 呢度咧都係比較光少少嘅。可以見到我哋呢度加到0.55嘅時候，佢比啱啱普通嘅相仲要光咗好多添。所以兩張相係 high efficiency 嘅時候係比較暗嘅，同埋 exposure 嘅部分我哋需要加強嘅比較多，先至有辦法將成張相嘅白色跳翻出嚟。所以佢係 edit 嘅時候，需要調整嘅參數係需要比較多嘅，但係 raw file 嘅時候呢，我哋做少少嘅 edit 就已經有好明顯嘅後果，同埋佢嘅顏色嘅變化上邊係相對於 high efficiency mode 就係柔和啲嘅，同埋你都可以見到我加強嘅 contrast 嘅時候，呢啲木色嘅部分嘅對比都係加強，但係 high efficiency mode 我哋要加到好誇張。佢先至有比較明顯嘅後果。跟住我哋試下利用 Affinity Photo 嚟執呢兩張相。一樣我哋先試普通 High Efficiency Photo， 係 Affinity Photo， 我哋係利用 Develop Persona 呢個功能去做調整。一樣我哋先試下調整個 Exposure， 可以見到嘅呢個部分呢，光暗之間嘅對比係誇張咗嘅，同埋好多細節嘅部分比較容易得到一笪笪嘅感覺，變咗我哋另外需要調低個 contrast， 先至唔會變咗好似爆咗張圖嘅。跟住我哋開埋 raw file 嚟做 edit， 一樣嘅情況就係 raw file 嘅相係比一般 high efficiency mode 嘅相再光啲嘅。跟住一樣試下調整個 exposure， 都可以好明顯見到佢唔會好似啱啱咁樣成個一笪笪嘅狀況。反而我仲有辦法加多啲嘅 contrast， 將細節更加凸顯出嚟。一樣就放大嚟睇，佢嘅 noise 嘅情況真係好好多。如果係 high efficiency mode 放大嚟睇，就算經過 edit 之後，都仲有啲 noise 出現嘅。所以我哋到底需唔需要使用到 raw file 呢？通常我哋係需要做印刷嘅時候，先至會考慮使用 raw file。我哋需要盡量保持翻個細節，
避免人查上邊所產生嘅瑕疵。如果係一般 social media 嘅使用 ，High Efficiency Mode 我相信已經好足夠，因為傳送同埋壓縮嘅過程中都係導致上傳完之後嗰張相已經唔係原始嗰張相嘅。我自己嚟睇呢，有時需要做簡單嘅印刷嘅時候，我都有機會用翻 iPhone 12 Pro Max 嘅 RAW file， 咁樣反而有機會增加我工作上邊嘅效率，就唔使下下都需要攞翻部單反相機出嚟影相。今次嘅 Apple Pro 都係比 iPhone 12 Pro Max 變咗更加嘅 Pro 嘅感覺，增加佢喺工作上邊使用嘅情景。我希望今次嘅 video 有幫助到希望了解 Apple Pro 呢個功能嘅人，同埋我係幾個 software 下邊嘅 edit 嘅比較。如果中意呢個 video，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個 video 再見，拜拜。